陆渊，别怪我狠心，你本来就是个没有魔力天赋的废物，今天能为了掩护我而死，也算是你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。竟然没死，还重生到了这个被称为星耀大陆的阴世界。这具身体太弱了，经脉淤堵，毫无所谓的魔力。不过对付一头畜生足够了。他死定了！你没死，你竟然一拳打死了一头2阶魔化狼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是个废物！把废物2个字咽回去。如果再让我听到一次，你的下场跟这头畜生一样。我知道了，诺渊，刚才我不是想抛弃你，我只是想去搬救兵。收起你那套拙劣的谎言，跟紧我，别惹麻烦。老天，这里简直是魔兽坟场，那是5阶铁甲蜥的头骨。那是什么怪物？不，别咬我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精神类攻击，想控制我的心智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给我破！我刚才怎么了？感觉有几万只虫子在啃食我的脑子。好东西，这具身体正确能量打通经脉。不仅伤势全数复原，实力也跨越了初期的门槛。现在的我，才算真正有了自保的本钱。诺渊，这些异兽晶核是我们一起发现的，按照探险的规矩，见者有份，我要求分走一半。一起发现？魔狼来的时候，你在逃跑；兽王残魂攻击的时候，你在地上像个疯子一样打滚。你告诉我，你出了什么力？我也是你的同窗，如果不是我带路，你根本找不到这个深层洞穴。带路？带我来送死当诱饵吗？伊莎，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的嘴脸。在这个世界，拳头就是规矩。这2颗，算是赏你带路的辛苦费。再敢多说一句废话，我就把你留在这里，给这些骸骨作伴。星魂商会的黑心干员，他们专门在禁区边缘干杀人越货的勾当，我们完了。哟，运气不错，居然真有人能从里面活着走出来。小子，把身上所有的晶核和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大爷心情好，或许能留你们一具全尸。星环商会的人现在都流行明目张胆的抢劫了吗？哼，抢劫？我们可是守法干员，看清楚了，这是你欠我们商会的债务契约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没钱还，那就拿命来抵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白纸黑字，我们可是奉命来收债的，
哪怕是在这荒郊野外杀了你，商会也能把事情摆平。怎么，想看看？伪造的确实挺像那么回事，只可惜漏洞百出。放屁！你敢说这是假的？第一，星耀大陆的通用契约纸是用特殊的铁竹树皮制成，表面粗糙且带有木纹。而这张纸虽然做了做旧处理，但边缘平滑，分明是市面上最廉价的合成纸。第二，你们刚才说这是半个月前签的契约，抱歉，这墨水甚至还没有完全干厚，用手指一蹭，边缘还在晕染。最后，也是最蠢的一点，我诺渊从来不习惯用右手签字，而这个签名，笔锋明显是右撇子模仿的。你们想黑吃黑，好歹也该做点功课。你这混蛋！我要宰了你！这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徒手接住我的斩击！你的刀太慢了。喂，事情办妥了吗？把诺渊那个废物的尸体处理干净。要是让他活着回学园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对了，他那个漂亮的妹妹，我已经派人盯上了。要是他不死，我就让他亲眼看着他妹妹生不如死。诺渊，愤怒是弱者的表现。特战守则第1条，越是绝境，越要冷静。卡尔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不赶紧回学院救你妹妹吗？卡尔那帮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现在的我，直接冲回去只是送死。救人需要绝对的力量和足够的筹码。这家伙以前连只鸡都不敢杀，现在怎么解剖2阶魔兽比老猎人还熟练？这是什么？不像是魔兽自身生长的骨骼。好可怕的压迫感，我的魔力完全停滞了。有意思，看来那头远古修王的残魂就是寄宿在这东西上，才让这只魔化狼发生了变异。走。去哪儿？回学院吗？去最近的星耀商铺，把这些东西换成能杀人的资源。诺渊，真没看出来，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，连星照干员都被你像捏小鸡一样废了。少废话，保留实力赶路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学嘛，你看这趟禁区之行没有给你带路，你也找不到这洞穴，对吧？等会儿到了商铺，卖出的钱，咱们是不是该按规矩分一分？分一分。在洞穴里丢下我独自逃命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提我们是同学？我那也是战术性撤退去求援的。我留着你的命，是因为你对商铺的交易流程更熟。如果再敢提一句非分之想，我不介意在这片林子里多留一具尸体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诺渊，
这里可是全城最大的交易场，没有我这种熟客带路，你这种打扮连大门都进不去。别废话，带路不是最高效的交易。这里的掌柜汉森是个出了名的难缠人物，不过我可是他这里的常客。等会儿你别说话，一切交给我来谈，保证给你卖个好价品。哟，我当是哪位大饼库光临呢？原来是卡亚帕学院的伊莎小姐呀！汉森叔叔，好久不见！今天我可是带了一笔大买卖来关照您的生意。大买卖，伊莎小姐，你上次拿一颗成色极差的斑斓蛇胆，硬说是2阶毒蟒的内弹，骗了我们商铺几百金币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哎呀，汉森叔叔，上次那是个误会，我当时也是被别人给骗了，这次绝对是真货，高阶好东西。高阶好东西，就凭你们？旁边这个穷酸小子是谁？你新收的跟班？汉森叔叔，这位是我的同学诺渊，这次的货就是他带来的。诺渊，学院里那个出了名的废物，哈哈哈哈！我没听错吧？一个连一点魔力都感受不到的残废，能拿出什么高阶货？伊莎，你是觉得我汉森老糊涂了，好糊弄是吧？他能从迷雾禁区外围捡回一条狗命，都算是祖上积德了。汉森叔叔，您先看看货再下结论行不行？这次真的是够了，我没时间陪你们2个穷鬼玩过家家的游戏。我的商铺不收破铜烂铁。来人，把这2个脏兮兮的叫花子给我赶出去，别弄脏了我的地毯！还不赶紧滚！滚吧，别在这儿碍眼！看来不展示点手段，这门生意做不成了。松手！你的狗太吵了。你竟然敢在星耀商铺动手！来人，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！睁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这不可能！皮毛完整度100%，没有一丝烧伤或魔法破坏的痕迹，晶核能量纯粹的，没有一丝杂质，这是极品，绝对的极品2阶材料。哎呀，诺渊少爷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想到您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顶级猎手。刚才都是误会，全是误会。这样吧，诺渊少爷，看在伊莎小姐的面子上，这批货我出5000金币，全包了。这可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良心价呀！哼，想黑吃黑，找错人了。5000金币，汉森掌柜，你是觉得我年轻，还是觉得我蠢？你干了什么？这张完整袍皮和纯净晶核，足以让任何一个炼金师疯狂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重新报价的机会。如果价格不能让我满意，我不介意把你的头骨也当成材料一起卖了。2万不3万金币，换下一张星耀商铺的至尊黑卡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！拿钱。诺渊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买齐极品疗伤药和战斗补给，然后回学院。卡尔，
你祈祷我妹妹少了一根头发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惹怒一个特战精英的代价是什么。拿走本王圣物的人，这股气息我记住了。诺渊，这里的人眼神好可怕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商铺里不是什么都有吗？商铺里只有规矩的商品，而我需要的是烈性萃取液。这位少爷眼光真毒，这可是从黑泽巨蟒毒囊里提炼的强效萃取液，一滴就能融化魔兽骨骼。不过价格可不便宜。全包了，再给我一个耐高温的水晶器皿。少爷爽快，您拿好。跟上，替我守着门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准放任何人进来。诺渊，你买这些烈性毒药做什么？难道你想直接毒死卡尔？卡尔的命我要亲手捏碎，这些是为我自己准备的。那可是未经净化的2阶晶核能量，你会爆体而亡的！给我破！力量终于回来了几分。维奇格家族的废物，还真让我们好找。卡尔少爷可是花了重金买你这2条腿。是心怀商会的职业干员，他们都是杀人机器。认得这个吗？你妹妹的头发。卡尔少爷说了，如果你不肯乖乖让我们打断4肢，下一秒送来的就是他的手指。你们全都要死！诺渊，这里的人眼神好可怕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商铺里不是什么都有吗？商铺里只有规矩的商品，而我需要的是烈性萃取液。这位少爷眼光真毒，这可是从黑泽巨蟒毒囊里提炼的强效萃取液，一滴就能融化魔兽骨骼。不过价格可不便宜。全包了，再给我一个耐高温的水晶器皿。少爷爽快，您拿好。跟上，替我守着门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准放任何人进来。诺渊，你买这些烈性毒药做什么？难道你想直接毒死卡尔？卡尔的命我要亲手捏碎，这些是为我自己准备的。那可是未经净化的2阶晶核能量，你会爆体而亡的！给我破！力量终于回来了几分。维奇格家族的废物，还真让我们好找。卡尔少爷可是花了重金买你这2条腿。是心怀商会的职业干员，他们都是杀人机器。认得这个吗？你妹妹的头发。卡尔少爷说了，如果你不肯乖乖让我们打断4肢，下一秒送来的就是他的手指。你们全都要死！装神弄鬼，起身绞杀他！这不可能，他明明没有魔力。
去死吧，怪物！雷霆风暴！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放开！卡尔把他关在哪儿了？你做梦！商会不会放过你！我不需要你的嘴巴告诉我。卡亚比学院地下禁闭室，卡尔，你死定了！交出圣物！凡人，交出我族圣物，赐你权势。这怪物的气息比那只2阶魔化炉强了100倍不止，但它似乎并不是活物，而是某种远古残魂的聚合体。圣物？你指的是这个破骨头帽子吗？亵渎圣物者，死！给我开！你一个没有魔力的凡人蝼蚁，怎么可能驾驭圣物的力量？他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释放，他在受限于这片天地的法则，还是离开禁区后的位面压制。不论是什么，他现在发挥出的实力绝对不到全盛时期的1/10。你很惊讶吗？我不仅能驾驭他，我还能毁了他。住手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体内的力量根本不属于这片大陆。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杀不了我，而我只要手腕一抖，你这所谓的圣物就会变成一堆坏盔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圣物，无非是为了补全你残缺的灵魂，打破你身上的封印。但我现在有急事要办，没时间跟你死磕。凡人，你在威胁一位远古之王。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你现在受制于这片天地的法则压制，根本发挥不出真实实力。你若强行杀我，圣物必毁，你永远别想重见天日。做个交易，你暂时化去这惹眼的形态，做我的随从。等我办完我的事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除封印。你既然能看出我体内的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就应该知道我有这个能力。狡猾的异族，记住你的承诺。若你敢欺骗本王，哪怕灵魂消散，本王也要将你拖入无尽炼狱。这形态顺眼多了，以后就叫你小白吧。别装死了，起来！那个怪物呢？我们是不是都死了？怪物被我打跑了，带路回卡亚帕学院。打跑了？那可是能瞬间秒杀精英干员的恐怖存在啊！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卡尔，你的死期到了。站住！学院封闭期间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滚！找死！哭啊！怎么不哭了？你那个废物哥哥，现在估计已经星耀商会的干员剁成肉泥，喂了下水道的老鼠了吧？我哥哥不会放过你。贱人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等我拿到你家族的传承信物，我就把你赏给我这些手下，让你生不如死！卡尔，维奇可，你竟然没死！星耀商会那些废物干什么吃的？我本想让你死得痛快点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去死吧，废物！好，很好，看来你在迷雾禁区走了狗屎运，获得了某种力量。但你以为凭这就想挑衅我5阶巅峰的实力吗？今天我
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碾压！给我碎！力量碾压，那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破绽百出，给我撒手！鼓舞信号。这手，我的手！怪物，他是个怪物，快跑！停！停！哥哥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我，哥哥来晚了，没事了，睡一觉吧，一切都交给我。你别过来，威奇哥，你不能杀我！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你以为你有点奇遇就能在卡亚帕学院横着走吗？我背后是星环商会，学院的巴里克主管是我的人。你敢动我，商会绝对会把你和你妹妹挫骨扬灰，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星环商会，巴尔克，既然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那正好今天一次性解决干净，永绝后患。年轻人，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人，你的胆子很大。既然正主来了，那就一起上路。巴兰克主管，救我！快杀了他！这废物手里绝对有迷雾禁区的高宝物，杀了他！宝物全归商会！哼哼，真是个没用的废物，连一个没有魔力波动的废柴都解决不了。星环商会在你身上投入的资源算是喂了狗了。不过你倒是让我有些意外，能空手废掉5阶的卡尔。看来你在迷雾之区确实得到了了不得的传承。不过，你以为这样就能与我抗衡吗？把你身上的东西，还有你家族的信物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大发慈悲，留你妹妹一条全尸。你的废话太多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给我把它踩成肉泥！星源秘录，顺步。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现在该我们谈谈赔偿的问题了。打扰了我救人，还吓到了我妹妹，留下你身上所有的资源储物环，还有商会的至尊黑卡，我可以考虑让你活着滚出去，否则今天这里寸草不留。好，算你狠，维奇哥，你赢了，你要的资源和黑卡我全给你。去死吧，你这个杂碎！真以为星环商会的地方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？是血狂龙阵，主管疯了，就会把我们一起搅碎的。见识一下9阶巨龙的精神风暴吧！就算你肉身再强，你的灵魂也会被碾成虚无。虚有其表，一头死阵凝聚的唤醒，也敢在我面前张牙舞爪。这种级别的精神攻击，连迷雾禁区那头远古残魂的一半都没有。破阵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早点交出来不就好了，非要逼我动手。搜魂秘法。
特使大人，维奇格那个废物家族的底细我们已经查清了，他们代代相传的那条项链，确实是开启落日遗迹的密钥。很好，那个叫卡尔的蠢货是个不错的探路师，让他去把项链弄过来。明白。不要引起学院高层的注意。原来如此，卡尔不过是一把借刀杀人的钝刀。真正的幕后黑手是星环商会的高层，目标是我家族的远古遗迹密钥。星环商会，你们最好祈祷不要再来惹我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们连根拔起。白泉，吃饱了就走。星源流转，重塑经脉。商会高层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拉特大人，我们赶到时，这里已经是这副模样了。根据监控显示，进去的只有那个叫维奇格的废柴。哼，废柴，蠢货！没有一丝魔力变动的残留，全凭纯粹的肉身爆发和某种极其高明的内劲运转方式，而且一击精准击溃高阶禁忌防御阵的阵眼，这种对阵法和力量的入微掌握。那狂吸的致命伤是瞬间被卸掉了关节枢纽，破坏了神经。这种狠辣果决的杀人技，绝不可能是一个10几岁的学生能拥有的。出手的人绝对不是维奇格，这分明是一位隐藏在学园中的极道宗师。他一定是看中了那小子的某种体质或者宝物，顺手救下了他。极道宗师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立刻封锁所有的消息，绝不能让其他势力知道这号人物的存在。传我的命令，调集商会最高级别的暗影小队，在整个学园范围内进行地毯式搜查。不管这位宗师是何方神圣，既然敢动我们星环商会的奶酪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星源噬灵，那百川以为海。突破了，星源境第2层。来得真快，看来星环商会的狗鼻子确实够灵。我还以为是什么3头6臂的怪物，原来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鬼。维奇格是吧？拉特大人可是点名要活的，乖乖跪下，让我打断你的手脚，免得大家麻烦。就凭你这些废铜烂铁，找死！给我上，留一口气就行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见鬼的身法？给我去死！无界烈焰爆裂斩！啊！我的手！现在回答我的问题：是谁派你们来的？知道些什么？你死定了！星环商营军不会放过你的，拉特大人一定会把你皮抽筋。看来你受过的反审讯训练还不到位。人类的精神防线远比肉体脆弱得多。你还有最后3秒钟，3、2。我什么都说，求你杀了我！拉特大人，他认为你背后有一位极道宗师，下令暗影小队地毯式搜查，绝不能让其他势力知道。极道宗师，
拉特的想象力倒是不错，既然他这么想要见识宗师的手段，那我就成全他。白犬，准备干活，今晚给星环商会放一场大烟花。前世的 C 塑胶炸药虽然好用，但在这个世界，这些充斥着狂暴元素的晶核威力可比 C 四大多了。走，从岸倒车。暗影小队呢？为什么通讯全都断了？一群废物！拉特大人，属下进去看看。站住！退后！极道宗师，这是在公然挑衅我星环商会！查，给我挖地3尺，就算翻遍整个蓝银城，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！谁？维奇格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间公寓我征用。可是这是我的私人住所，你不能。当然能，您随便用，我马上去给您准备干净的床铺和热水。这块晶核是你的报酬，未来几天保证这间屋子的绝对安全。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，我会让你知道比死更可怕的下场是什么。我明白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，您放心。星环商会卡尔，你们既然喜欢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卡亚帕学院欠维奇格的血债，该连本带利的还了。就你这种垃圾也敢挡本少爷的路？你以为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卡亚帕，老子就是这里的规矩。霍卡曼少爷，求求您放过罗格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放过他？那我们老大的面子往哪搁？谁不知道我们卡尔老大现在是学院的霸主？听到没有？卡尔老大才是这里的天。就算是那个不知死活的废物维奇格，还不是被我们玩的死无全尸，早就烂在加瑟森林的臭泥沟里了。谁他妈敢扫老子的兴？维奇格，你不是被卡尔老大抓进地下禁闭室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出来？鬼，大白天见鬼了！装什么神弄什么鬼！你个万年没有魔力波动的废物！老子今天就当着全校的面再废你一次！给我死吧！爆裂火球！别杀我！拉特大人，目标出现了，他一巴掌秒杀了霍卡曼，极度危险，请求支援。拉特，别躲在下水道里当缩头拉头了，洗干净脖子，准备好给星环商会收尸吧。好一个维奇格，敢在我的地盘上叫嚣！传令给弗伊德和巴萨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在学园里给我把他除掉。维奇格少爷，诺约少爷，都是霍卡曼逼我的，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。你刚才说卡尔是这里的天？不，您是天，卡尔算什么东西？他给您提鞋都不配。星环商会给了你们多少好处，让你们在学园里给他们当狗？您怎么知道？我说，星环商会在学院里安排了暗桩，不仅是卡尔，还有教员，而且他们最近在寻找一批高阶魔兽晶核的线索，据说在一处远古遗迹里。远古遗迹，高阶晶核，
正是我突破急需的资源。线索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具体位置，只有商会高层和暗桩知道。我的魔力回路！背叛者不配拥有力量，带着这个废物滚出我的视线！诺言少爷，您刚才真是太帅了，我就知道您才是深藏不露的绝顶天才。少拍马屁，想跟着我，就得体现你的价值。您吩咐，我伊莎在学园里人脉最广了，什么消息都逃不过我的耳朵。去查清楚格林特说的那批高阶金和线索，还有学院里到底谁是星环商会的暗桩。查不到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包在我身上，我这就去打听。星环商会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安静！今天我们不讲理论，直接实操。听我们特招班的维奇格同学，今天在校门口大展神威，重伤了霍卡曼同学。既然你有这么强的实力，不如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3阶高危魔法爆裂火墙。3阶高危魔法，那可是稍有不慎就会魔力反噬的。诺言少爷，福伊德这老东西平时疯疯癫癫，今天明显是冲着您来的，那颗水晶肯定有问题。有意思，水晶内部的魔力回路被人为篡改过，只要注入能量，就会引发爆炸。福伊德，这就是拉特给你的指令吗？怎么不敢了？刚才在校门口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如果不敢，就乖乖滚出我的教习室！怕呀怕不收废物！既然教授这么想看，那我就献丑了。绿色的火，这不可能！绿莲魔力都没有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不是要看爆裂火技吗？看清楚了！快停下！它要炸了！嚯！身为导师，却在教学水晶上动手脚，星环商会给你的狗粮似乎不太管用啊。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回去告诉拉特，他派来的狗太弱了。维奇格，你太狂妄了，竟敢公然挑衅星环商会！今天我就以学院执法的名义，把你这废物彻底抹杀！又来一条咬人的疯狗，报上名来，我不杀无名之辈。狂妄至极！记住，杀你的人叫巴萨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的破绽太多了。好，很好，竟然能逼我用出全力！能死在我的完全兽化状态下，是你的荣幸。给我死！力量和防御暴增，但速度和灵活性下降，应聘不值，必须找到鳞甲的薄弱点。没用的，我的鳞甲刀枪不入，这软绵绵的攻击只是在给我挠痒痒。找到了，颈部第7节脊椎处，每次发力都会有一瞬间的鳞甲缝隙。去死吧，死亡冲撞！入微，行云。诺言少爷，查到了，格林特说的那批高阶晶核就在加萨森林深处的叹息峡谷遗迹里，而且星环商会的主力已经出发了。远古遗迹，拉特，准备好迎接地狱了吗？寒风吹过诺渊的衣摆。诺言少爷，星环商会这次下了血本，主力队伍带了重型破阵设备，如果我们去晚了，那批高阶晶核恐怕连渣都不剩了。吃下去的，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吐出来。好大的胆子，
敢在卡亚帕学院当众行凶，把星环商会的人打成这副德相，你当学院的规矩是摆设吗八阶魔将师的威压不可力敌，只能智取。规矩？他兽化失控，企图当众将我撕碎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，顺便帮学员清理了一下垃圾。正当防卫？区一个多年级学生能把5阶巅峰的魔兽师打成残废，你身上这股诡异的力量根本不是魔力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派来的潜伏者？若有半句谎言，就地格杀！这股力量名为渊龙战魂，是我家族先辈失传已久的血脉传承。我不过是在生死关头偶然觉醒。教务长若是不信，大可亲自来查探。贝提，活下去！拉米尔，你真的做到了，这股纯正的气息错不了。全部退下！星环商会的人在学城内主动挑衅，技不如人咎由自取。维奇阁属于正当防卫，此事到此为止，跟我来。坐吧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不用跟我紧绷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星环商会在叹息峡谷的核心干员名单，以及遗迹外围的魔力阵法编动图。我知道你现在急需高阶资源稳固你的渊龙战魂，星环商会既然敢对你动手，你就没必要跟他们客气。您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似乎并不熟。30年前，如果没有你父亲拉米尔，我早死在战场上了。你父亲是个真正的英雄，可惜叹息峡谷不比学园。星环商会这次由高层指挥官瓦伦亲自带队，队伍里还有好几个棘手的狠角色，而且遗迹深处本身就藏着远古时期的恐怖怪物。这份情报只能帮你避开外围的麻烦，进去之后是死是活，全凭你自己的本事。放心，我这人命硬，从来都是我送别人下地狱。拉芒德院长再过2个月就回来了，等你活着从遗迹出来，我会带你去见他，他会对你的战魂大有帮助。特战起爆晶核，结合神经毒素，爆炸瞬间能让方圆10米内的高阶战力失去行动能力。星环商会准备迎接惊喜吧。诺言少爷，出城手令搞定了，我托了龙包盾联盟的关系，守城卫队不会查我们的马车。很好，去准备一辆轻便的马车，换上夜行衣。少爷，我们真的要连夜去叹息山谷吗？听说那里现在已经被星环商会封锁了，连苍蝇都飞不进去。你害怕了？如果害怕，我现在就可以让你彻底不用怕。不，我绝对服从少爷的命令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少爷，防守太严密了，那是3阶的连锁感应阵，只要踩中一环，整个营地都会拉响警报。再严密的防线，也有人为的漏洞。你留在这里，找个绝对安全的树洞藏好，没有我的信号，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许出来。如果天亮前我没回来，你自己滚回学院。是，少爷小心。闭嘴！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敢迟疑半秒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着自己的血流干。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是星环商会的禁区。主力部队在哪儿？你们在遗迹里发现了什么？休想从我嘴里套出半个字，瓦伦大人会把你撕碎的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就自己看。
神秘的红发猎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诱饵。好戏开场了。滚开！一群废物，放弃轰击祭坛，主炮充能转向，给我把那个贱人轰成渣！主炮转向需要3秒，结界崩塌就在瞬息之间，就是现在。主炮锁定，开火！赢！是谁？挡我者死！杀了他，把金河抢回来！哪来的野小子敢抢我的猎物？哇，这狂暴的能量，他疯了吗？直接用肉身触碰高阶晶核，他会被烧成灰的！该死，我的猎物！下来！晶核到手，必须立刻撤离！快，众对手上前，解死亡铁桶阵！就算把这里全埋了，也不能让他把晶核带走！想走？问过我的双刀了吗？想困住我，你们还不够格！找死！送了一份大礼。防御，全体防御！别以为你能逃得掉，我记住你的味道了！给我追！就算把这叹息峡谷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它给我挖出来！有陷阱，大家小心！星环商会的追兵不足为虑，但那个戴面具的女人是个极度危险的麻烦。你的陷阱布置得很巧妙，几乎能骗过所有人。可惜，你身上那股带着金河焦苦味的血腥气，在我的鼻子里就像黑夜中的火把一样耀眼。既然追上来了，那就把命留下。大言不惭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古怪的力量？快，就在前面，别让他跑了！你的命先留着，下次见面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废物利用的最后一步，注入6阶狂暴试剂。
天后的学员战阶赛上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全身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捏碎。这里地热充沛，正好掩盖火系晶核的气息。星环商会的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。强敌环伺，学院里那个隐患也随时会爆发，必须立刻把这颗晶核转化为战力。给我练！相反是我，你还嫩了点儿。破而后立，精气合一，破！这种入微级的力量掌控，勉强能用了。找死！星环商会，卡尔，你们欠我的债，是时候连本带利收回来了。这种心境的感觉，这股气息比之前收服的那只白犬残魂还要恐怖100倍不止，才是叹息峡谷遗迹真正的核心。能让渊龙血脉和这顶骨帽同时产生这么大的反应，这底下藏着的东西，绝对不是普通的高阶晶核那么简单。既然碰上了，如果不下去探个究竟，可不符合我的规矩。就是现在！七阶变异魔兽，深渊魔雄，怪不得连周围的5阶魔兽都吓得落荒而逃。该死，连暗影遁术都能强行切断。完了！给我破！是你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这畜生力气太大，联手我撑不了太久，速战速决。这小子在地下溶洞抢了晶核，实力深不可测。现在突然跳来救我，绝对没安好心。七阶魔雄根本不可力敌，如果我现在和他联手，最后肯定会被他当炮灰吃的连骨头都不剩。我的脏腑被震碎了，动不了。想拿我当免费打手，做梦！就让你先当诱饵，去刺探一下这头七阶畜生的底牌。要是你被拍死了，我刚好回收你的晶核。这种低劣的诈伤伎俩也拿出来显眼，真以为没你，我就对付不了这畜生？滚！既然你想玩近战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
自愈能力，而且皮毛下居然还藏着一层坚不可摧的暗灵。常规的打击根本无法对其造成致命伤害，必须找到他唯一的金河罩门，一击毙命，否则我迟早会被他耗死。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他没有吟唱魔力，也没有召唤战魂，单凭那诡异的肉身力量和古怪的绿色气焰，竟然能把七阶深渊魔雄逼到这种地步。就算他实力再强，如果找不到魔雄的精火位置，最终还是死路一条。他如果死了，我绝对逃不掉。狂化杀招，这畜生要拼命了！左侧腋下3寸处，那是他唯一没有暗灵保护的金河所在。左侧腋下吗？很好，那就陪你演场戏。上当了，畜生！五五杀招，星云！别误会，我只是不想欠你这个人情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也打不开后面那扇门。谢了，你的情报很准。有活物。是七阶巅峰的深渊魔蛛，他闻到了魔雄的血腥味，彻底暴走了。该死，真气完全提不上来。别硬撑，跟我走。这畜生的爆发力量太强，那些符文锁链快撑不住了。你看，他左后侧的那根竹子，表面符文已经暗淡，金属出现了龟破，最多10秒就会彻底断裂。他的外壳硬度远超魔雄，常规战法对他根本无效。你现在又处于就力未生的虚弱期，只能用那个了。这是8阶灵魂契约卷轴，能够强行镇压并契约低于他品阶的所有魔兽，但要发挥作用，必须将卷轴精准派入魔蛛迷心的精神识海。魔蛛反应极快，必须让他的动作出现至少1秒以上的绝对僵直。1秒，足够了。你疯了！你连站稳都勉强，体内没有半点真气，你拿什么去压制一头处于狂暴状态的7阶巅峰魔兽？自有办法。特战法则第1条，永远不要在绝境中放弃任何一丝主动权，哪怕是死，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。我来创造绝对僵直的机会，
你用暗影之力送我上去。给我战！就是现在，卷轴！为其格之名，终生主仆契约，写。七阶深渊魔蛛德里克拜见伟大高贵的主人，感谢您赐予我无上的荣耀与新生的力量，我愿意为您端茶倒水，赴汤蹈火。记住你立下的誓言，若敢生出半点反叛之心，契约反噬，必定让你灵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绝对忠诚，我德里克对主人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想必这位就是美丽高贵的女主人了吧？您的暗影魔法真是出神入化，让小人叹为观止。闭上你的狗嘴！谁是你的女主人？再敢乱叫，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！不叫就不叫嘛，干嘛动手打人？脾气真暴躁。脾气要全面坍塌了，快撤！是谁惊扰了此地的安宁，还妄图带走属于这里的看门狗？九阶神级威压！不，是卡亚皮学院那个隐世不出的怪物副院长雅克赫巴，这是9阶大魔斗师的绝对领域，我们完了。9阶老怪又如何？前世老子面对全副武装、火力覆盖的顶级雇佣兵军团都没弯过膝盖，区区一个异界的老头，仅凭气势就想压断我的脊梁，做梦！给我起！区区一个连4阶都不到的小鬼，竟然能凭借纯粹的肉身潜能与意志，硬生生扛住老夫的威压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应聘必死无疑，他刚才释放威压只是试探和震慑，并没有直接下杀手。既然赤羽说他是卡亚帕学院的副院长，那这就是我眼下唯一的生机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必须利用规则和身份进行伪装。卡亚帕学院2年级生维奇格，见过副院长雅克大人。你认得老夫维奇格？哦，老夫想起来了，那个传闻中毫无魔力天赋、被家族彻底抛弃的废物少爷。哼，一个连最基础魔力都无法凝聚的废物，不仅能在叹息山的深渊底部活下来，甚至还利用手段收服了7阶深渊魔蛛作为战俘。维奇格，你身上的秘密看来比这崩塌的深渊还要深不可测啊！你就不怕老夫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，夺走你身上所有的机缘？雅克大人若真要杀我夺宝，刚才在半空中只需一个念头，我们3人便已灰飞烟灭。大人迟迟不杀我，原因有2：第一，我是卡亚帕学院记录在册的正式学生，学院第一铁律便是保护学员在历练中的合法所得。大人身为学院的精神支柱与副院长，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学生身上的区区机缘，去毁了学院传承1000年的清誉与规矩。第二，大人在此刻撕裂空间，真身降临这深渊底部，想必绝不是为了来找一个2年级学生的麻烦。这深渊的大面积崩塌，遗迹底部的异常震动，真正的原因，以及那扇青铜巨门背后真正被锁链拴住的恐怖存在。相比之下，我身上的这点小秘密，恐怕还入不了大人的法眼。好，
好一个心思缜密、胆识过人的小家伙！看来外面的传言果然不可信。那帮瞎了眼的蠢货，竟然把你当成一无是处的废物！你很聪明，维奇格，你说的对。老夫来这里是为了镇压门后那个即将苏醒的东西。你们这些小家伙运气不错，若是再晚走半步，就算是老夫也保不住你们的命。带着你的小女友和这只笨蜘蛛，立刻滚出叹息峡谷！记住，今日在这深渊底部发生的一切，烂在肚子里。多谢副院长大人，我们走。小家伙，你的伪装确实很完美，但别忘了，3个月后的学院战阶赛，星环商会和卡尔背后的那些老鼠可不会像老夫这么好说话。我很期待你那隐藏的利爪到底能藏到什么时候。强自动用禁术的反伤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你的情况很糟，体内的力量正在暴走。如果不立刻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压制，你的经脉会彻底废掉。本以为你只是个有些蛮力的学员菜鸟，没想到连9阶老怪的威压你都扛得住。诺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为了活下去，什么都能豁得出去的人。我背负的东西，现在的你还掺和不起，宿命的诅咒快压不住了，我必须立刻回组织闭关。这枚符文信物你留着，只要你没死，总有一天我会循着它的气息找到你。好，我等你来还我这条命的利息。一言为定。维奇格少爷，那个恐怖的女人走了，我看您的气息好像非常微弱。畜生终究是畜生，发现我真气枯竭，野性压不住了吗？前世我在热带雨林训那些最凶的毒蛇，靠的可不是讲道理。少爷，既然你快不行了，不如就把你那美味的肉体和高贵的血脉赐给伟大的德里厄克殿下吧。你似乎忘了，灵魂契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头，我的灵魂！透骨劲！伟大的主人，我错了，德里克错了，求求你收起契约的力量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能把你从深渊里拉出来，就能随时捏碎你的灵魂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再有下次，我会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寸寸剁成肉泥。是，卑微的德里克发誓，这辈子只做主人脚下最忠诚的狗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管家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释放任何气息，更不准吃人。主人，我们人面狼蛛一族有个天赋，只要吞噬力量就能化作人形，可是必须是白天。想吃东西，以后就给我嚼这些废弃晶核，立刻给我化形。好。主人，您看这副样子还能入您的眼吗？勉强凑合。走吧，该回去算算旧账了。星环商会那帮疯狗最近在学院里到处抓人，连我的线人都被端了好几个。维奇格这混蛋到底死哪儿去了？要是他被商会的高手干掉了，我这投资不就全打水漂了？维奇格，这边！哟，这不是学院里有名的情报贩子伊莎小姐？怎么这么急着去哪儿啊？星环商会的走狗，本小姐去哪儿轮得到你们管？滚开！脾气还挺大。拉特大人有令，但凡跟那个叫维奇格的废物有关系的，一律抓回去严加审问。大哥，你看那小子就是维奇格，他居然还敢回城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！兄弟们，抓住这小子，重重有赏！德里克太吵，嘿嘿，
遵命，我高贵的主人。什么？瞬间秒杀3个3阶巅峰的商会干员，而且连魔法都没用，仅仅是气息。这个光头壮汉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维奇哥，他到底是去哪里弄来了这种恐怖的存在做管家？他绝对不是什么落魄贵族。让你查的事情，查的怎么样了？查清楚了，维奇哥少爷，商会的人已经盯上了我在学院附近的公寓。公寓不安全了，我需要一处绝对隐秘、防御等级最高的地方，用来安置我妹妹诺亚。钱不是问题。有，城邦地下深处由绝对中立势力掌控的龙巴克地下同盟，那里不归帝国和商会管，只要有钱，能买到绝对的庇护。带路。嘿嘿嘿，再看，把你们全吃了。维奇格少爷，这里就是龙巴克地下同盟，只要进入这里，任何外界的仇杀和纷争都必须停止。这是龙巴克几百年来的绝对铁律。还算像个样子。好恐怖的气血之力！那个光头壮汉是什么来路？难道是某个隐士家族的战将？别盯着看，那种级别的强者，一个眼神就能碾碎我们。主人，这些人类的眼神真讨厌，我可以把他们眼珠子挖出来吗？闭嘴，跟着。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学院里那条到处闻味的野狗伊莎吗？斯皮蒂大人，这里是龙堡顿，我来这里做生意，好像不违反商会的规矩吧？做生意，伊莎，你最近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商会正在全面通缉的要犯，你居然敢带到这里来？你就是那个传闻中走了狗屎运，不仅废了巴萨，还偷了商会资源的维奇格。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废物罢了。带路，我没时间跟狗叫浪费时间。好，很好。一个靠着家族遗物招摇撞骗的废物，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！既然这小子不知死活，那我就先拿你这条不懂规矩的野狗立立威！不，斯皮蒂大人，你不能在这里动用！区一个低阶法师，我就算在这里把你们变成白痴，龙巴吞也抓不到我施法的实质证据！去死吧！在我面前动我的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自量力！既然你上赶着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连你一起碾碎！就凭这种软绵绵的试探，也敢妄称精神攻击？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居然能硬扛6阶巅峰的精神攻击并反弹回去，维奇哥，他绝对是某个隐士宗门出来的老怪物转世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你敢暗算我，我要杀了你！去死吧，维奇格！我要把你轰成渣！谁？斯皮蒂，你这蠢货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龙伯特的地盘上动用杀伤魔法？希拉林夫人，是这个叫维奇格的小子先挑衅商会。闭嘴！我不管你们星环商会那些蝇营狗苟的破事儿，破坏中立铁律就得滚！来人，把这个蠢货扔出龙巴地，永远禁止踏入。小家伙，你很不错。刚才你反震斯皮蒂那泛滥的精神力非常纯粹，且充满了极其罕见的霸道意志。
我在你这个年纪可没有这么恐怖的精神天赋，你这块料子简直天生就是为了成为顶级契约师而生的。夫人谬赞了，晚辈不过是运气好，学过几手防身的粗浅出面警卫。别跟我来那些虚头巴脑的脑袋课，我希拉雅看顺眼的人不多。既然你这小家伙对了我的口肯，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。这是龙巴顿的紫金庇护卡，拿着它，你可以无条件使用地下同盟防御等级最高、带有绝对屏蔽阵法的顶级地下庄园。只要你不出去，商会的老鼠绝对找不到你。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算我欠夫人一个人情。好好睡一觉吧，等我把所有麻烦解决干净，没人能再伤害你。3个月后的学院战阶赛，星环商会，卡尔，你们加诸在我妹身上的痛苦，我会连本带料的讨回来。宁，看来我的没错，前世特战局研发的极限萃取法，配合星源秘录的真气提炼，在这个世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星环商会拍卖行里那些被炒上天价、奉为神药的所谓完美基金荷叶，跟这一瓶比起来，根本就是掺了水的劣质品。给我破！新元境第3层彻底稳固。现在的我，哪怕不依靠古茂的威压，单凭肉身力量，也足以正面碾压7阶以下的任何人。慌什么？我妹妹情况怎么样？回大人的话，新莱亚夫人安排高阶制断法阵一直在运转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。你守在这里有什么事？海牙帕学院的学院战阶赛，这是需要最高级别的评评与赛事。战阶赛？是的，在战阶赛的擂台上，只要签下生死契约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学院高层和外界势力绝不能插手干预。去学院水晶测试场。卡尔少爷，最新情报。那个叫维奇格的废物，他回城了，并且正向学院的水晶测试场走去，似乎是要参加战阶赛。维奇格，你居然还敢回来！传我的命令，立刻调集我在学院里参赛的所有的暗桩，在测试场给我设卡，不惜切代价剥夺他的参赛资格。如果拦不住在战阶赛的擂台上，让他感受一下我现在这具6阶上影躯体的绝望。站住！你就是那个维奇格？是。你不用报名了。根据记录，你长期无故旷课，档案存疑，严重违反学院纪律。我在此正式宣布，剥夺你的测试资格，滚出去！导师，维奇格少爷是因为遭遇了危险才耽误了课程，这根本不符合剥夺资格的规定。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再敢多嘴，连你一起剥夺！耳朵聋了吗？导师让你滚！一个连魔力都没有的废物，你也配来参加战阶赛？找死！混蛋！你敢偷袭！造反了！竟然敢在测试场公然行凶！维奇格，你死定了！在重力压制阵法下，我看你这个连魔力都没有的废物还能怎么嚣张？给我跪下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还能动？你不是要测我的阶位吗？那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测试杯要碎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教务长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叫维奇格的废物公然违抗学院纪律，大伤同学，还企图破坏测试杯，请大人立刻将他处死。闭嘴！你以为你在名册上做的那些手脚我不知道吗？收受星环商会的贿赂，公然在测试场排除异己，你把卡亚皮学院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我错了。来人，剥夺他的导师资格，废除魔力，扔出学院。学生维奇格见过教务长大人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小子不仅实力突飞猛进，这份在强者面前收敛锋芒的沉稳心性，比他那个莽撞的死鬼老道强太多了。维奇格，你的测试在这里没法进行，跟我来！
维奇格，你身上好重的魔兽血腥味儿。老实交代，这些天你是不是偷偷溜出了城，跑去了那些被封锁的危险禁区？教务长大人明察，我得罪了星环商会，若不冒险去弄些资源提升自己，恐怕早就横尸街头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星环商会那些杂碎确实盯上了你，不过能活着从禁区回来，说明你小子命硬。少废话，拿出你真正的底牌让我看看，别想藏私。如果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绝不允许你参加战阶赛去送死。七阶肉身爆发力，你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常人10几年都无法跨越的鸿沟！好小子，没给你死去的父亲丢脸。这是特级参赛号牌，拿好它。战阶赛的规矩极其残酷，一旦上台，生死自负。星环商会绝对会在里面布下天罗地网。他们最好多准备点人，省得我一个个去找。如果你能打进决赛前3，除了帝国军部的10权军衔外，你还将获得一项特权，任意浏览帝国最高级别的大藏书馆，那里或许有你想要寻找的关于远古战魂的真正秘密。我明白了。卡尔少爷，最新消息，那个维基格他被教务长贝迪亲自带去做了特级评测，并且成功拿到了参赛号牌。特级色评。贝迪那个老不死的丑八怪，竟敢坏我的好事！传令下去，启动我们在战阶赛初赛安排的所有死人，我要让他在第1场比赛就被打成一滩烂泥！我要在全院师生面前一寸一寸地踩碎他所有的骄傲！星环商会的狗终于忍不住要咬人了吗？第1赛区第1场，维奇格对战巴克，生死契约已签，比赛开始。维奇格，卡尔少爷向你问好，给我死吧！太慢了。维奇格，我要你死！好，很好，维奇格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第1赛区第1场，获胜者是这是什么力量？是战阶赛主考官星环商会的特派员吉诺大人，他怎么亲自下场了？慢着，这场比赛的结果，本座认为有待商榷。生死擂台，一招分胜负，难道主考官连这都看不明白？哼，巴克乃是5阶巅峰的实力，你一个区星元境的新生，竟能一招将他重创至晕死，本座怀疑你隐藏了违规的邪恶修为。技不如人就是邪恶修为，星环商会的人连输都输不起。狂妄的蝼蚁，在本座面前还敢逞口舌之力，给我跪下说话9阶精神威压，跟远古兽王比起来，你这点手段，连挠痒痒都不配。这怎么可能？跪下，就凭你也配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！看来不让你原形毕露，你是不会死心了。这是星环商会特制的高阶魔能啫喱黑杯，能完美吸收并反缠攻击者的力量。维奇格，既然你自称没有隐藏违规手段，那就用你纯粹的肉体力量全力打他一拳。如果不测，本座立刻剥夺你的参赛资格，将你废掉修为，逐出学院。这黑杯可是连8强者都不敢轻易全力轰击的怪物啊！力量越大，反震越强。
这分明是要废了维奇格。想用反震力震碎我的经脉，老东西，你对古武的透骨技一无所知。如你所愿。古武绝杀，星云。八道震波，这是堪比8阶的极限力量，他才18岁啊！不可能！天才，这是万年难遇的绝世天才！维奇格，本座代表星环商会正式赐予你8阶强者的无上荣光。只要你加入我们，金钱、美女、顶级修炼资源任你取求。加入你们？一群只敢在背后耍阴招阴沟里的老鼠，也配招揽我？星环商会的荣光留着给你自己当陪葬品吧！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给我去死！吉诺特派员在卡亚帕学院的擂台上公然对参赛学员下死手，你当我不存在吗？贝蒂教务长，此子公然侮辱星环商会，本座只是替学院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。哼，卡亚帕的学员还轮不到外人来教训。按照战阶赛规则，维奇格已通过特级测试并赢下初赛，他现在是学院的重点保护对象，谁敢动他，就是与整个卡亚帕为敌。我们走。维奇格，你今天太冲动了。吉诺背后的星环商会远比你想象的要极其危险。他们早就盯上我了，退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。那是一个极其阴毒的陷阱。他们利用高阶资源作为诱饵，大肆招揽各大学员的天才。在他们眼中，那些天才不过是一群可以随时替换的容器罢了。对于那些像你一样拒绝招揽的天才，他们会在后续的比赛中安排极其残忍的杀手，将你们彻底毁掉。毁掉我，就把他们崩断了牙。这是代表核心种选手的通关令，我已动用教务长特权，你不用参加接下来的淘汰赛，直接晋级决赛。好好保存实力，决赛的擂台才是真正的修罗场。多谢夫人，这份人情我记下。大人，您终于出来了。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这是我花重金从星环商会内部买到的绝密情报。卡尔少爷，不是卡尔那个疯子，他在看完您的初赛后大受刺激，已经被吉诺秘密送进了星环商会的地下实验室。情报上说，卡尔正在进行致死率高达90%的6阶极限兽化融合，他发誓要在决赛的擂台上把您活活撕成碎片。 6阶极限兽化，很好，卡尔。 珍惜你最后活着的时光吧，因为决赛那天，我会亲手把你的骨头一寸一寸捏碎。大人，情报我已经送到了。卡尔现在就是个失去理智的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星环商会把所有的资源都砸在了他身上。疯子，在我眼里，他只是一具还没有天气的尸体。 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，从现在起，动用你在学院里所有的眼线，给我死死盯住星环商会的每一个举动。哪怕是吉诺今天见了什么人，喝了什么水，我都要一清二楚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一定办到。只要大人能护我周全，我一杀这条命就是大人的。我不需要你的命，我只要有价值的情报。如果让我发现你有任何隐瞒，卡尔就是你的下场。 他简直比深渊里的魔兽还要恐怖。跟着他，或许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危险，也是最正确的豪赌。维奇格，你这个曾经连一点魔力都没有的废物，你凭什么拥有现在的力量？凭什么？
你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荣耀。靠着星环商会的药剂强行催熟的畸形怪物，也配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？闭嘴！我现在拥有的是神一般的力量。等到了决赛的擂台上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的骨头一寸一寸的嚼碎。我要让你像烂泥一样趴在我的脚下求饶。是吗？那我就先收一点利息。我的头！你给我等着！星环商会不会放过你的！滚回你的地下室去！大人，这条街太偏僻了，我还是跟着您进庄园吧，我还能给您端茶倒水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有几只烦人的老鼠跟过来了，清理干净。遵命，少爷。管家先生，我是大人的朋友，快让我进去。少爷的清修之地，擅闯者死！七阶魔兽，快跑啊！我的妈呀！不要吃我！我是自己人，我是自己人！高贵的小姐，我家少爷要休息了，躲远点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巢穴啊？不过只要能活命，哪怕是给怪物看门，我也认了。诺亚，你安全了。这里的结界，就算是9阶强者也休想轻易打破。星环商会、卡尔，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那些试图把你当成诱饵的畜生，哥哥保证，在战阶赛的决赛上，我会亲手将他们彻底碾碎，没有任何人能再次将你从我身边夺走。极其纯粹的魔镜，这种能量波动，甚至超越了我吸收过的火系晶核。卡尔的6阶极限兽化绝非等闲，我必须在决赛前将星源秘录推向更高的层次。好强大的精神拉扯！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这个魔镜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极其真实的杀戮气息，这是远古时代的战场幻境。那尊雕像竟然封印着一段极其古老的记忆。卡俄斯，你阻止不了我！极其恐怖的能量层级，但更可怕的是他们对力量的掌控。斯塔克豪斯的发力动作极其简练，没有一丝多余的蓄力。卡俄斯的闪避轨迹极其完美的契合了空间法则的流动。这才是真正的入微之伤，这才是将力量与法则极其完美融合的极致杀戮技。如果能将这种法则轨迹融入星源秘录，卡尔算个什么东西？斯塔克豪斯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就是现在，光芒穿透黑焰的瞬间，那一丝极其隐秘的法则震动轨迹。给我柔和！卡尔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少爷，您的力量极其令人敬畏。今日便是学院战阶赛决赛之日，时间刚刚好。卡尔，星环商会极其完美的修罗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。少爷，这条路太安静了。以星环商会那帮卑劣之徒的作风，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您平安抵达决赛现场。安静，很快就会热闹起来的。目标已进入伏击圈，护法大人有令释放那个东西，务必在赛前耗尽他的体力，或者直接撕碎他。真要放他出来，那可是连商会高层都无法完全控制的怪物。闭嘴，执行命令。七阶巅峰是天生流淌着疯狂之血的暴虐兽，少爷，这畜生比大地暴鹰还要难缠10倍。星环商会的手笔倒是越来越有意思。少爷小心！这畜生的力量太大，我的冰枪撑不了多久。退下吧，正好拿它来验一验我刚刚铸就的这把刀。速度太慢了。透骨剑，破！一拳，仅仅一拳就击退了7阶巅峰的暴虐兽。少爷的力量简直极其匪夷所思。别装死了，星环商会既然派你来，你的骨头应该不止这么点硬度。疯狂之血，这畜生强行激活了血脉中的疯狂之血，力量和防御现在至少翻了3倍。少爷，这种状态下的暴虐兽没有任何痛觉，完全是个极其疯狂的杀戮机器。我们不可应敌，暂避锋芒吧。暂避，在我的字典里，极其没有这个词。力量倍增，毫无痛觉，但极致的疯狂，往往意味着极其致命的破绽。我离！你的狂暴极其不堪一击。苦舞星云，太美了！少爷的战斗技巧简直是无懈可击的艺术。星环商会的狗不配活着。
少爷，那是卡尔，不，那根本就是头失控的怪物。维奇格，我说过你会痛苦的死在我手里。靠这种弱劣的肉体改造来获取力量，卡尔，你现在的样子也令人反胃。反胃？这股力量是星环商会赐予我的神迹。现在的我捏死你，就像捏死一只卑微的蚂蚁。6阶上位，这就是你的全部底气。气息虚浮，能量紊乱，这种刚性拔高的境界根本撑不了太久。这只是决赛前的开胃菜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这段寿命吧。在万众瞩目的擂台上，我会缓慢地撕开你的胸，当着全校人的面，把你体内的渊龙战魂一点点地挖出来。想杀我，何必等以后？现在就滚过来，痛快的受死！不急，现在的你还不配死在我最晚的葬台下。决赛擂台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少爷，那家伙的气息太诡异了，真的不需要北辰去暗中处理掉他吗？不必，在所有人面前碾碎他，才是我给诺亚最完美的交代。法则的力量果然绝妙。少爷，您的气息，卑职竟然完全感知不到了，这难道就是……走吧，别让决赛的观众等太久。卡尔学长竟然突破到了6阶，维奇哥那个废物肯定不敢来了吧？听说他在来的路上就被吓破了胆，现在估计正躲在哪个肮脏的角落里发抖呢。维奇格，你这个只会躲在女人背后的懦夫，敢不敢滚上来受死？你的妹妹诺亚，还在等着看你像狗一样被我残忍的踩在脚下呢。这亚伯坎是什么恐怖的高阶魔兽过来了吗？少爷，这群蝼蚁的叫嚣聒噪。聒噪吗？那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们闭嘴。你竟然真的敢来！卡尔，既然你这么想彻底的毁灭，那我成全你。今天谁也保不住，包括你背后那头老狐狸。给我死！你这个毫无底蕴的老垃圾！6阶上我的全力一击，威子哥完了！只有这种程度，我的力量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傲的肉身在我眼里，连一只最低级的魔化狼都不如？他竟然单手接下了6阶完全体的力量，这绝不可能！滚开！现在想跑，晚了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给我断！给我跪下！我的天啊！那个怪物卡尔居然被当成沙袋一样砸！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，威子哥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星环商会的狗，就只有在地上吃土的本事吗？维奇哥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卡尔，别管什么凡事了，给我解开所有限制，杀了他！那是什么怪物？它完全变成魔兽了！撕碎，你那个下贱的妹妹一起扔去喂狗！你连求死的机会都没了！这就是星环商会最高级别的兽化改造，维奇哥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你的那些小把戏毫无用处。你定个试试，学会危急的真气最高，就拿你这头不伦不类的畜生来计较。装神弄鬼，给我粉碎！破！不，我的鳞皮！破防了！那可是6阶的鳞甲啊，就这么被撕成了马蜂窝，太强了！维奇哥少爷太无敌了！废物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！为了商会那么多资源，连一个新生都打不过。所谓的完全兽化，也不过是一堆外强中干的烂肉。维奇哥，你不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！我的头好痛！一起变成白痴吧，这就是惹怒我的下场。在我面前玩精神攻击，你恐怕不知道我真正的底牌是什么。
是什么地方？我的精神攻击呢？不要！这是什么怪物？救命啊！我错了，我是一只虫子，别吃我！没有任何魔法变动，都是极为高级的精神幻术，竟然连精神力都这么恐怖。梦该醒了，准备好接受现实的绝望。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这个恶魔！卡尔，你仗着星环商会的背景，在学院内横行霸道，这些我都可以不理会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动我的妹妹。我没有，那是拉特的命令，不关我的事。维奇哥，你饶了我，我已经输了。你用浸透了腐蚀药剂的倒刺鞭抽打他37遍，你强行封锁他的魔力经脉，把他关在不见天日的地下禁闭室，当做诱饵。今天我就要让你体会一下，什么叫做生不如死！我的魔力核心！废了，彻底废了，连经脉都被震碎了！太狠了！这一脚下去，卡尔下半辈子连个普通人都不如，只能是个瘫痪的废人。维奇，你今生死！怎么，打了小的，老的终于忍不住要下场咬人了吗？星环商会的作风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公平决斗输不起，就打算在卡亚帕学院的赛场上公然杀人吗？住口！你这不知死活的蝼蚁！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！给我死！拉特阁下，这里是卡亚帕学院，不是你星环商会的后花园。在战界上公然袭击参赛学子，你是想挑起学院与商会的全面战争吗？好，很好，卡亚帕学院真是教出了一个好学生。维奇哥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本场战阶赛决赛，胜者维奇格。哇！维奇哥，维奇哥上无敌！少爷，您刚才真是太强大了，太霸气了。卡尔废了，拉特也撕破了脸，星环商会真正的清洗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走。维奇格，你今天的表现彻底颠覆了学院的战力认知。教务长谬赞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公道。这是学院特级通行令，持有它，你可以随意出入卡亚帕大藏书废的绝密区域，也代表着学院高层对你的直接庇护。多谢教务长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拉特在众目睽睽之下折了面子，星环商会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明面上的规矩束缚不了他们太久，地下暗杀，悬赏死卒，他们会像疯狗一样咬住你。疯狗，那就打断他们的骨头。星环商会若敢伸手，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斩一双。这小子体内究竟藏着怎样恐怖的力量？星耀城的天要变了。卡尔那畜生下手太狠，诺亚的经脉虽然被我用真气勉强缝合，但本源根骨已经彻底枯竭。
主上，这是希拉雅夫人派人送来的高阶御神汤，对稳固诺亚小姐的精神有好处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如您所料，星环商会全面收了在明面上的产业，但暗地里，黑市上已经出现了针对您的高额悬赏。拉特甚至召回了在外执行绝密任务的血鹰小队。一群跳梁小丑！伊莎，地下同盟的渠道里有没有能重塑断脉、修复根骨的顶级天才地宝？主上，寻常的6阶、7阶灵药只能治标，想要真正重塑根骨，除非是传说中蕴含法则之力的圣物。这种东西，别说龙巴特地下同盟，就算是整个星耀帝国，也未必找不出一件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好可怕的暗影威压！至于开启庄园最高级别防御法阵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踏入治愈室半步。遵命，伊莎誓死守护诺亚小姐。出来了，不用走。维奇格，感知力还是一如既往的敏锐。看来战阶赛上的风光，并没有让你放松警惕。你用最高级别的紧急共鸣召我出来，最好有足够分量的理由。叹息峡谷的地下深渊，你还记得吧？我们夺走火系金河，击杀深渊魔雄的地方。没错，我们当时抽走了祭坛的核心能量，引发了极其强烈的连锁地壳变动。这场地震把魔兽森林极深处的一座古老遗迹硬生生顶出了地面。不是普通的遗迹，那是传说中远古时期的半神陵墓。半神，远古时代那些触碰了法则边缘的怪物。是的，陵墓出世的瞬间，恐怖的神圣威压覆盖了方圆100里，无数高阶魔兽被吸引过去。但只要踏入陵墓外围的禁魔领域，全都被一种名为封魂印的诡异力量瞬间抽干了精血。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你找我是想让我去送死？我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你妹妹的经脉尽断，根骨尽毁。你调查我？这不是调查，这是筹码。半神陵墓里不仅有能解除我家族宿命诅咒的圣物，还必定伴生着沐浴了半神之血的顶级天才地宝。那是唯一能让你妹妹脱胎换骨，甚至重塑出无暇神体的东西。你难道不想赌一把？你一个人进不去。封魂印对魔兽绝对绞杀，对人类虽然稍弱，但我修习的暗影魔力属于阴性，一旦靠近就会被法阵反噬。只有你在深渊底部展现出的那种完全不同于魔力的纯粹肉体力量，还有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古怪武技，是破开外围封印的唯一钥匙。宝物各取所需，谁敢挡路，杀无赦。成交，再次合作愉快，怪物。怎么去？走过去黄花菜都凉了。别急，我可是有备而来，以暗影之名撕裂虚空，降临吧，火翼鹰尾兽！轰隆！发什么呆？上来！全速，魔兽森林禁区！有老鼠跟上来了，阴魂不散。维奇格，拉特大人悬赏了100万硬币买你的人头，今天你插翅难飞。100万，拉特也太抠蹭了，想要我的命，凭你们这几条杂鱼也配？疯子，他连飞行坐阶都没有，居然敢跳出来，给我热死他！星云破空。收割时间到！
你刚才那一拳，连魔法元素都被彻底搅碎了。前面就是了。